如果有一天人类可以永生，你还会想生孩子吗？最近我和一个朋友聊到Elon Musk 和 Ray Kurzweil 的预言，他们说未来的10年到20年，工作变得可选，全民高收入，人类有可能达到永生。我朋友说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我们不用工作，不用卷了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再也没有烦恼了。但其实我并没有他那么乐观。回到刚才的问题，我们为什么要生孩子？因为生命有限，我们需要用后代来延续生命，去完成我们一生无法完成的事情。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和赚钱？因为资源有限，我们需要劳动和所得来进行生产和分配。然而，越是稀缺的资源，价值越高，能够得到它的人就越少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结构。其实，我们从小就被困在这个金字塔里，不管你是不是自愿参与竞争，只要你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努力向上，你其实就是在与他人进行竞争。比如你考了600分，就是会比考200分的人上更好的大学，而好大学在这里就是更好的、更稀缺的资源。比如你升职，那么这个岗位就是稀缺资源，你上去了，别人就没有机会了。公司的预算有限，给你涨了多的工资，别人涨的就少了。所以我们其实是不自觉地参与到了这个竞争，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内化出自己内心的金字塔。比如，我想要比别人更早地获得财富，如果现在不做什么事情，以后就来不及了。甚至在我原来工作的那个圈子里，还流行这样一种说法：如果你从大学毕业加入公司到未来的5年不能升到 Senior Manager，那么你在这一条职业路径上就算是没有希望了。所以这个金字塔的问题是什么？它其实是我们所有焦虑的来源，因为它让我们相信位置决定价值，越靠近顶端，你的价值越高。所以我们开始提前恐惧，害怕落后，害怕被淘汰。我们努力向上爬，不是因为真的需要，而是怕掉下去。而未来这种焦虑并不会因为工作可选、全民高收入、人类永生而消失，因为金字塔还在，只是内容变了。它可能由现在的不能输在起跑线、学区房，变成了谁能用更先进的基因和生育技术生出更完美的孩子。它从名校名企变成了谁能够更优先的使用更先进的 AI 工具。有可能你会选择不工作，那么可能你会跟别人比较，为什么别人的 AI 机器人比我的更好用，干的活更多。所以只要你还在那个金字塔的框架里边，想要去跟别人竞争，你就免不了被这个系统来定义你的价值。如果你说我现在的焦虑主要就是因为没有钱、没有时间，如果将来真的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，而且我有大把的时间，那我肯定就不焦虑了。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身边退休的人的例子。他们一开始周游世界，吃吃喝喝，但是当把可看的、可玩的都经历了一遍之后，他们却开始寻找新的被需要。比如有的父母会说，你生个孩子吧，我帮你带孩子。或者有的人会去参与一些公益活动。像我朋友的父亲，他退休之前是国企的干部，退休之后一定要再干一番事业，所以家里花了10几万帮他开了个饭店。我们先不讲这个饭店最后的经营状况是怎么样，也不去论这个行为是对是错，但是我从他身上看到的是，当他从原本定义他自己价值的金字塔走出来之后，他失去了定位，所以他需要一个新的锚点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他们需要重新确认我是谁，我还有没有用。而我相信未来我们可能会经历类似的状态。如果 AI 将来成为首要的生产力，我们人类将会面临一次集体退休。我们现在被赚钱压得透不过气来，想要早点退休，早点自由。可是当未来我们不再被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对存在感的需求可能比现在更高。
存在感是什么？是被看见、被回应、被需要。但是注意力是有限的，需求也是有限的。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环境下，一个新的金字塔就会产生，因为总会有人会被优先的被需要，会被优先的看到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有过发朋友圈的经历。你分享了一个你认为很好看的图片，或者是一句很有深意的话，你希望你的朋友能够看见，能够有反馈，给你点赞或者评论，但是系统却把你发的这条消息给折叠了起来，并不是你的朋友没有看到，而是系统根本就没有让你的朋友看到。如果这种情况让你感到失落，那我觉得也许未来这种失落的感觉会被放大几倍甚至几十倍。而且更可怕的一点是，我们现在的焦虑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缓解一下。比方说，你可以努力学习，争取考好成绩，去进更好的学校。但是未来你有可能并不知道算法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。就像现在很多人说他们抓住了流量的密码，告诉你怎么能被更多的人看见，但是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那些抓住流量密码的人都被看见了，就是因为我们观众的注意力其实是有限的，总会有人被先看见，也有人永远不被看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能够想到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就是假设我们现在回到学校，在课堂上，老师让我们举手发言，可是你每次都举手了，但老师就是不叫你，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？你是不是会努力让老师看见？你会不会因为老师不叫你而感到自己不重要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你其实就是被那个金字塔框住，被金字塔来定义了你自己的价值。所以我们要想明白的一件事是，我们来学校的目的是来学知识的，并不是来讨好老师的。所以只要你能把你想要的知识学会，老师怎么对你其实并不重要。所以在这里我也想到，现在很多家长他们会去学校里边找老师送礼，跟老师说请你多关照一下我的孩子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做的并不是去讨好老师，而是应该告诉自己的孩子，不管老师重不重视你，你要知道你来学校是来学知识的，你要把你自己能够从这个学校获得的资源牢牢地掌握住，这才是你未来一生需要的东西，而并不是靠老师重不重视你来定义自己的价值。我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跳出这个金字塔，因为大多数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在这个系统里生活、工作、妥协。但是也许我们可以至少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不让系统替我们做出答案。你可以问问自己，你现在所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，还是因为你出于思维定式，习惯性的向金字塔的顶端移动。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有分享过，我从加拿大调岗到西班牙来其实是降工资的。其实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个从金字塔上下滑的动作，但是对于我来讲，我追求的是一种另外的生活体验。比方说从零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，去到一个新的大洲，开始不一样的生活，去体验这个世界。所以金钱在我的价值判断里，在我自己的价值判断里，并没有那么高。我突然想明白，那些关注了我这么多年，总是犹豫要不要出国的朋友，为什么他们做不出最后的决定？他们其实知道自己真正内心想要的是什么，只是有的时候不想放弃自己在金字塔的位置。其实并不是每一次偏离主流就意味着失败，也许真正能减少焦虑的不是你跑得多快，而是你意识到你其实可以选择不爬。
其实，关于永生，追求存在感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，还有一种可能是变得虚无。这个我们可以之后再聊。如果这一期的内容让你产生了新的思考，我很希望听听你的想法。也许你有完全不同的经历，或者你看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性。也许你的视角能够改变我现在的想法。